大家好，我们是 OK Travel， 我们终于来谈谈我们最不想谈的东西，就是钱，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。在我们开始改房车之前呢，就很多人问我们，我们改了多少钱？答案就在这里。那我们出门以后呢，这一趟4个月的旅程，我们又是花了多少钱？通过房车长期旅行，真的会比较省钱吗？那你要存多少钱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房车旅行呢？今天的视频呢，就要告诉你这个答案。不过在开始这个视频之前，这个视频仅供参考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消费习惯、旅行方式都不太一样，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。应该玩了4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吧。我们之前都是在马来西亚玩，然后是1个月就回家，然后就升级。这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出门这么久，所以仅供参考啊，大家看看就好。这一次的分享呢，就会依据我们那4个月从马来西亚到泰国，再到老挝，再以背包客的方式进入越南来做一个分析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 categorize 成衣食住行这4个方面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分析吧。OK。在进入泰国的第1个月呢，老实说我们花了比较多钱，一共花了。从衣食住行来看呢，我们花了最多钱在住宿这方面，一共花了。住宿就包括了露营费，还有酒店，还有一些景点的入门票。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在住宿上呢？因为我们一开始刚到泰国，我们是比较胆小，而且不敢睡 PTT， 我们都是睡国家公园，再不然就是睡人家营地，再没有办法就是睡酒店。有去过国家公园都知道，泰国的国家公园其实对外国人是比较贵一点不可以讲它比较不友善，是比较贵一点。比方说本地人是20块钱入门票，外国人就是200块。就是会比较昂贵一点。在泰国的考索 National Park，一个人的入门票是300块泰铢，再加1辆车是30块，还有露营是30块泰铢一个人，总数加起来就是690泰铢过1个晚上。其实690块应该在泰国可以住一个蛮好的酒店了。可是你在国家公园呢，你是住的越多天，它是越划算，因为它入门票只收1次嘛，然后你也可以去爬山啊，走一下国家公园。是，毕竟我们在泰国的国家公园只住1个晚上吧，所以1个晚上对我们来讲，我觉得有点贵。而且按照天数来看，其实你拿私人的营地其实还比较便宜一点，因为私人的营地大概1天300到500之间啊。2个人。最便宜的是。PTT 对 PTT 是最便宜的，因为有时候只是过1个夜罢了嘛。在第1个月呢，花费第2多的就是油钱，就是行这个方面，一共花了，这里就包含了我们的油钱，然后还有1次维修费，还有1次登船的费用，就是我们去 PP Island 跳岛。在马来西亚你花的油钱肯定是比泰国低，因为泰国油价。贵马来西亚不止2倍，所以是我们在那边打油是打到很心痛的。接下来就到10，我们一共花了，因为是第1个月到泰国嘛，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去吃当地美食啊。我们也没有什么去高级餐厅，都是去 local 的 restaurant 比较多，也是有偶尔自己煮啦，所以也是有省一点点的钱。一就是购物的这方面。其实，在购物这方面，我们的欲望应该很少吧，因为我们住在房车，然后要生活的减法。可是，在泰国那时候是真的太热了，我有买几个短袖，还有短裤，而且重要4月份有送干节，送干他们的泼水节，然后我们也买了3把水枪，一共是花了。总结，我们第1个月是花了。第1个月我们比较舍得啦，算是，因为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就觉得错过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嘛。结束第1个月以后呢，我们意识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，所以第2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花费，也把我们那个月的花费慢慢降低到平常的水准。第2个月也是在泰国，我们一共花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吃就成为了我们主要费用，一共花了，因为我们把住宿的钱已经省下来，花在吃的身上。所以接下来就是住宿方面，
那时候我们在泰国已经慢慢的意识到可以在油站过夜，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住宿是大大降低了，一共是。接下来就是行这个方面，我们一共花了。因为其实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到了清迈。清迈在上面一点就是进入老挝，我们也应该准备那个情绪要进入老挝了，所以我们在那边待比较长时间，然后车也比较少移动。而且那时候在准备进入老挝之前，我们也要 service 一下我们的车，这些 service 车的费用也包括在行这方面。接下来就到1，就是日常购物。这里呢，我们一共花了。我觉得是没有很多啦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买特别多的东西。总结2月我们一共花了，那你们觉得会多吗？以2个人旅行1个月来看，第3个月我们开始进入老挝，然后老挝的物价呢，相比泰国会稍微的低一点点。可是像一些旅游景点啊、入门票啊，还有进口食品呢，比泰国来讲是比较贵一点点的。记得 The Road Viewpoint 它的入门票是以美金计算，比方说呢 Magnum Ice Cream 嘛，在 Malaysia 是卖差不多4块半到5块之间。可是我们有问过老挝的当地居民，他们的成本价呢已经是7块马币。吉普的贬值呢，其实他们的进口食品会稍微的贵一些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老挝的那1个月一共花了，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跟泰国相比呢是大大的减少了。没有大大，稍微。首先呢，在老挝花了最多的就是行，一共花了，我们打油就大约花了700块马币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入门票的费用，还有一些景点的费用，还有车子 service 的费用。接下来就到食物，一共花了。接下来在老挝，我们的住宿就花了770块钱马币。在老挝，其实我们都不睡油站。那时候在油站，我们问他我们可以睡这边吗？他就吓到，为什么你要这边睡？做不要去酒店睡？可能那边的酒店是真的很便宜啦。是，我们在老挝的乱趴棒住背包客旅店，包早餐1个人17块马币1天。然后我们在汪苑，我们是住一个经济双人房，也是差不多1天25块马币，只是没有冷气罢了。是很便宜哦。最后呢，就到我们的日常花销，一共花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在老挝洗衣服是真的很贵，因为他们是称重的嘛，1公斤大概是在5块钱马币这样。然后我们洗一次衣服都要洗60块到75块马币之间。对，真的是很贵。相比马来西亚，你洗最多一次衣服20块，你都有多。因为他们是没有自助洗衣，就没有那种冬钱的，所以只可以拿去称重咯。对，拿去给别人洗。总结呢，相比泰国，老挝的旅费呢会相对的比较便宜，就是花了这个数。老实说呢，我在老挝花的这个钱真的是超级值得，因为那里的风景很漂亮，然后我觉得是我们会推荐大家去自驾游的一个地方。第4个月呢，我们就开始进入越南，然后结束越南之旅之后呢，我们也开始慢慢回马来西亚。在这里呢，这个越南的旅程我就没有让大家参考，因为里面呢包含了我的父母的一些旅费。有看之前视频的人都知道，我的父母有过来嘛。对，去越南。我觉得这里不具备参考价值，我就把这个越南的费用拿掉了。下次呢，我会再详细的介绍，如果要带父母到哈江 Loop 这个地方，到底要花多少钱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多叙述。从越南过后，我们就慢慢回来了，所以我会讲从老挝直接到马来西亚，我们花了这个数目，其中包含了1000块的拖车费。心痛。是有点心痛。所以总结，我们这个4个月的旅费，我们总共花了22525，所以我们平均1个人的花费大概是2900块。你们觉得房车旅行真的那么省吗？这一段旅程真的是花了蛮多钱的，就把我们存款的一部分花掉了。刷。从改装房车呢到去旅行这一段旅程呢，真的是花了蛮多钱一下。
虽然我们花了比较多钱，然后也告别了稳定的工作，也没有了收入，但我觉得这一段旅程呢，不管到我几岁，我回来看，我都觉得是一段很神奇，而且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段经历，是个美好的回忆。在新加坡工作存这笔旅费的时候呢，我就一直问自己，哎，我到底什么时候会觉得存够了，我可以出发了？什么时候才叫哎，我真的可以走了，去追我自己的梦想？什么时候才是第一步？然后我就想嘛，钱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做想做的东西吗？那如果今天我没有把这个钱换成我想做的东西，那钱它就只是存在银行里的一个数目嘛。对。那今天我把钱花出去，我改了这辆房车，然后我去旅行，那我不是在完成这个钱赋予我的意义了吗？对，我们的钱还在，只是转换成我们喜欢的样子罢了。虽然存款真的会有花完的一天，但是我们可以继续赚，就像现在我们拍视频一样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如果你们也想支持我们的旅途，那你可以把我们的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。那在遇到广告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帮我们多看几秒钟，几秒钟就不要跳掉就好了。其实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存款到底能够支撑我们走多久，然后能够去到多远。那与其担心这个钱会不会有花完的一天，那不如我们就去面对它，然后换一个生活方式，以拍视频为生。以前我也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因为想要旅行而开始做自媒体，然后这个也是我踏出去的一个转变。对，趁着我们还年轻还有选择的时候呢，选择另外一个生活方式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话点个关注，房车不迷路。Goodbye。